哎呦，这个酱汁裹满面条，花自己的钱吃饭，说实话，我是老申小胖。今天两个人西湖朝阳有福面馆70块，这家店如果你在附近，真的值得来吃一碗。这是之前我朋友带我来的一家，就在他们公司楼下，你知道。哎呦，这个酱汁裹满面条。太爽了，这个。梅菜笋丝搭了一个猪肝的双重浇头，这一碗也就20多。炒面，浇头它的量给的是很足，而且它的配菜很丰富，梅菜、笋丝、猪肝，同时有鸡蛋、青蒜、鲜辣椒，这几种搭配在一块以后，再来一个小米椒，首先入嘴酱香，同时呢，猪肝脆嫩，没有不好的脏气味啊，而且一点也不苦。再就是梅菜和笋丝的那种脆嫩，一点点哏揪的那个口感，同时你吃到嘴里有一点点的那种酸香解腻。你看盘子底下是没有油的，你知道，所以吃起来香浓，然后到嘴里哇，你每一根根面条在你嘴里面，牙齿把它斩的啪啪啪那种感觉。这种面其实就已经不需要什么总结了啊，就是你家楼下或者你公司楼下那种你不想吃米饭的时候，吃碗面条的首选，量大便宜锅气足。我跟你讲，这菜看着平平无奇，但是就一点真下饭了。这是第3碗了，哎呦，掉了，不能浪费。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申小胖。今天两个人在九龙湖华南城有家馆子，158吃本地口味，非常不错。老板居然还有时间在玩手机，兄弟们给我冲！回锅牛肉58，牛肉拿腱子肉先卤再炒，看着牛肉卤的非常不错，泡的也很透，很入味。炒出来以后，牛肉松软不散，酱香味足，下酒下饭很不错。小炒猪头肉36，猪头肉给的很多，而且呢是脆弹不腻，但是回口微微一点酱香，再加上蒜苔的那种清香味和甜味，这个菜不管你当餐吃还是打包回去第2餐吃，都够味道。油浸鱼58，很新鲜的草鱼，它的个头呢大概1斤多一点，现点现杀，鱼肉非常新鲜，外皮炸的焦焦脆脆的，然后鱼肉非常的软嫩，剁椒萝卜干的这个味道也足。唯一一点提个小细节，剁椒的话可以提前洗一下，去掉一点那个剁椒的咸味，这样的话味道会更好一些。今天这全是下酒菜，南昌菜配洪都老酒，这个味儿就对了，本地口味，入口非常的圆润，配料表只有水和大米，很不错啊，小酌可以，不要贪杯。最后总结，我们两个人是158，这个菜量足，食材新鲜，口味呢是非常标准的本地口味，人均60道，其实我们这个菜点的算多，然后算重一点的，基本上呢在九龙湖华南城这一片你都可以来冲这家店。好香好香，它这个上桌真的你都不用打出来，一上桌那个香味就起来了。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申小胖。今天两个人西湖朝阳河边鱼馆172块，3菜1汤，没吃完打包，很推荐。开胃小炒鸡48，三黄鸡斩成块和小丁以后，直接拿大蒜辣椒爆炒，酱香味很足，然后放了干辣椒末，所以整体的香味也很好。而且因为炒的时间控制的好，火候好，所以呢它的鸡肉是嫩弹，香味很不错。如果再放一点本地的土辣椒，就更开胃了。酸辣汤26，分量很多，香味非常好，是我们目前探店吃到过最好吃的酸辣汤，真的本场 MVP。胡椒的香，葱花的香，肉末的香，以及香油的香，整体搭在一块以后，酸辣，而且它勾芡勾得很好，你怎么搅它都不泄汤，很棒。黄鸭头烧豆腐58，它黄鸭头的品质是很好的，鱼肉细嫩没有腥味，
第二个就是呢，它这个红烧酱油狗整体的味道会稍微清淡一些，对于南昌人来说，如果酱烧味再厚重一点，味道会更好更下饭。另外呢，豆腐的话没有特别的入味，在锅里炖的时间稍微再长一点会更好，或者你把它换成那种带孔的老豆腐，会更入味一些。做个总结，我们2个人3菜1汤172，吃的很好，这个价格是真的不贵的。我跟你说，2个荤菜，然后1汤1素，人均其实就是50-60块钱就足够了。酸辣汤本场 MVP， 我跟你讲，你来了，但凡2人以上来，一定点一个，很爽的。我跟你说，每个菜都能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店里还能生意一直这么好，也是来费解的。花自己底下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胖。今天2个人在青云浦景民路最东北家常菜，208块，说实话不推荐。京酱肉丝哈，它是咸辣口的京酱肉丝，不是说那种咸甜口的。那这个口味的差异是可以接受的，你知道吧？但是呢，它肉丝上浆上的很差，吃起来是发柴的，所以导致你卷到豆皮里面去以后，其实味道是不够的，所以还不如我自己加2勺辣酱来增添它的味道。锅包肉它的火候炸得很好，酥脆，然后里边嫩，但是呢，它面糊裹得太厚了，然后就导致里边不进味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肉片很薄很薄，所以几乎吃不到肉的那种口感。京酱护心肉先卤后炒的回锅的做法，但是呢，有的部位吧选的不太好，就是很柴，然后有的部位又比较软嫩。这40多块钱一份尖椒护心肉做成这样子，有点不太应该。这个熏鸡啊，真的不好吃。卤完晾干之后去熏，它这个熏的时候没把握好，熏过头，它不是红亮，而是那种发黑，就证明熏过头了。所以你吃到嘴里一股那个糊了的苦味，这个不好吃，真的不好吃。我原本以为吧，它这会比较便宜，然后呢，现在算算，就这个食材、这个手艺对这个价格，我觉得挺贵的。能有这么多人，我还挺费解的，因为这条街上很多吃的，不具备任何竞争优势。便宜是真便宜，点这么多166块钱。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胖。今天2个人在万寿宫后面的大头壳烧烤166块钱，推荐。这个是鸡蛋肉丝基础款的炒粉，很有锅气，然后呢，它的粉的口感也很好，软韧弹，盘子底下没有油，而且它这个和普通街边炒粉不太一样，就是它的那种香料味啊会比较足一点，就是那种香料味你在其他店里面确实很少吃得到。烤大鸡脚15 3串，个头很大，就是从原料的选品上来说 OK， 然后先卤后烤，它的卤香味是比较淡的，更突出的是这种炭烤的香味和那种撒料的这种香料的那个香味会更多一些，口感上软糯，然后粘牙粘嘴。黄油面包这个就是很典型，是什么？虽然东西很简单，但是要烤起来费功夫，它一定是你得慢悠悠的在炉子上慢慢烤，所以它就是外面是薄薄的焦香，里面是很柔软的这个面包馅儿的这种感觉，口感的对比才能出来，它这个就不错。小肉和牛肉串都是这种1-2块钱一串的，然后性价比来说是拉的比较满的，肉新鲜，然后给的分量也足，火候烤的比较好，该焦香焦香，但是同时你又能有咀嚼感。这家店人均50到70，在老城区万寿宫这个位置周边的小巷子里面，应该说它的性价比就会拉得非常高。东西呢量大实惠新鲜，你就按我推荐的来点。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它这跟摊子上相比，它的环境会好一些，那又不至于像大店一样少了一些烟火气。所以它这对于年轻人，你到这边来玩的话，可以到这儿来打个卡。这家店最早这算是我初入社会的时候吃的第一家烧烤店。那个时候跟朋友一起，然后还在国安路，还在前面一个很破的小面店，应该是他父母那一辈开的。然后当时就是大鸡腿小肉，特别突出。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胖。今天2个人在国安路胖子烧烤230块，烤鸡腿还是蛮好吃的，推荐。
烤小肉20一把，然后呢，它这个肉是就是有一定的厚度，会有一定的口感，外皮还是焦脆，不腻，有肉香也有油脂的香味，同时还有这个撒料的这个香味，滋味确实不错。它这个烤豆泡刷蜜的，第一个豆泡选的好，外皮和内瓤分层，里边蜂窝状，同时有豆腐的软嫩，外皮呢依然还是有一点点脆脆的酥脆的这种感觉，再加上刷蜜回甜，口味口感都不错的。招牌烤鸡腿，这10年前吃他们家的，10年后终于又吃到一回了。鸡腿呢就是普通冰冻鸡腿，但是改刀完之后哈，鸡皮烤的酥脆的，鸡肉的口感保持的又好，料香肉香，还有回口一点点很轻微的那种回甘，所以呢整体的味道口感都不错。作为招牌来说，特色你来的话可以点。做个总结，2个人230，这儿人均消费80到100，如果你喝酒的话应该在100左右。非常典型的南昌那种老式炭烤，它作为一家老店来说，招牌的特色小肉啊、鸡腿啊，还有烤豆泡啊，都是不错的。但是呢，相对普通一点的就是它的牛肉和脆骨，总体来说可以来吃的，适合这种吃宵夜喝酒的人。来7点钟下单，8点钟上菜，早知道让你先点了，何必等这么久？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胖。今天4个人在广场东路的冒菜，然后呢220，应该是224块钱左右吧。你如果过来吃它的面条小吃，可以过来试试，它面条确实不错。但是主菜冒菜的话，我觉得还没有达到推荐的地步。总的来说呢，就是小吃比主菜要更惊喜一些，或者说更惊艳一些。主菜的话稍微逊色了一点。因为呢，它的面条确实是不错的，包括它的豌杂面、它的燃面，整体的口感搭配上啊都很好。就唯独有一点点，就是它的那个燃面的芽菜，如果再炒一炒，然后稍微有点湿润的感觉的话，口感会更脆，然后它的香味会更好一些。但是面条确实已经比很多家要强了。那主菜差一点呢，就是它的这个汤底的味道啊，咸味给的不够，太淡了，所以这个就会导致它的鲜味起不来，因为百味盐为首，你知道吧？你比如说像它预制的那种午餐肉啊，这个肥肠啊这种的，提前有盐味的，哎，你再泡到它那个汤里面再出来吃，就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比如说像它的土豆、豆泡，像它的牛肚、黄喉这种提前盐给不了的，你直接只能靠它的汤底味道来提的，这种味道就很淡。然后还有就是它的烤鸭，有的人觉得，你像隔壁桌他觉得它烤鸭很肥，但我觉得它烤鸭肥一点没问题，挺好吃的。烤鸭的汁水很多，然后呢它的那种油脂感很丰富，很香，有鸭香味但没有鸭腥味，处理得很好。但就是一点，因为红油汤底咸度不够，所以如果它汤底咸度够的话，你把烤鸭再泡进去，味道会更好一些。所以这个就看个人选择吧。我觉得面条确实是很好的。他排第一，杰会排第二，杰会委屈一点，谁让杰会先摊呢，是吧？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胖。今天2个人在扬子巷文武烧菜馆，160块钱，人均其实从20到80都可以的，好吃推荐，很猛。豆花烧肉就是不能抢火，久炖，把整个豆泡里面那个蜂窝冻了，全部炖满汤，你这样一口咬下去，包油的那种飙汤的感觉就很爽。而且它这个肉用的很新鲜，很好。它牛腩虽然是提前烧好来放在那个回锅，但是它牛腩部位选的很好，筋头巴脑，然后又有一定的肉的厚度，所以吃到嘴里又糯又弹，而且很香。丝瓜的这种清甜味，夏天吃又刚好，软软的甜甜的，带一点点脆，然后口感很好。起锅的时候走一勺明油很漂亮。凉粉吃是好吃，香是香，但是你吃到后面很明显的那个白酒的味道，因为它为了去腥嘛，然后它这个麻味没有那么重，它这个豆瓣酱的那种酱香味更突出一点。满满一样的一碗，你没看见配料，没有什么配菜，这全是腰片，除了葱蒜辣椒以外，剩下全是腰片，而且腰片片的蛮厚的，口感吃起来就比较过瘾的那种，你知道吗？这家店已经不是用说实惠来形容，你实惠只是说它量大便宜，但是这家是量大便宜好吃，而且它的味道也拿得准，食材给的也好。就这种纯肉的一碗牛腩，我在南昌是头一回吃到，
你还有什么说的理？对吧？就他排第一，杰辉排第二，杰辉委屈一点，谁让杰辉先判呢？是吧？真的，我们都吃到最后了，这玩意儿牛杂还是一直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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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多呢。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胖。今天2个人在金马庄鼓乐牛香总店牛杂火锅158的套餐，这个值得种草一下。哦，深夜的一碗肉，整一口啊，兄弟们！它这个吊龙新鲜度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这是晚上10点多过来吃，肉的品质还是 OK 的，口感呢味道啊不错了。我们这个套餐里面的牛杂锅底香辣锅的哈，它这个牛杂就真的很有诚意了，牛肚、牛腩还有牛舌，包括还有牛心、牛肠，量非常多，而且它这个在供应链的品质里面算非常好的，有弹性，有糯，然后口感非常好，没有任何脏气味。套餐里面的鲜的手打牛肉丸，这个丸子基本上达到了潮汕牛肉火锅店常规的这个水准。然后就是它这个潮汕丸子脆弹都还 OK， 就是因为它店里面自己制作的时候啊，我建议就是稍微再冰一点，它的口感会更脆一些。做个总结，我们今天2个人在金马庄总店这儿吃的是158的那个双人套餐的牛杂锅，它这个牛杂啊、新鲜度啊这些东西品质都是不错的。但是呢，你如果想要吃肉吃不爽，我就建议你用另外一种法子，就是你直接买它的那个80抵100的团购券，然后单点一个中份的牛杂锅，再来一点牛肉丸、鲜牛肉，来点方便面，这个就吃的特别爽，你可以摒弃掉所有的蔬菜。这个套餐的重哦，这香味真窜呐，那个酸味儿。本来早上吃的好饱的，我中午没有什么胃口，这个一上来，我瞬间就饿了。上饭，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胖。今天2个人在九龙湖这边寻味小馆富宝旁边的小店，挺不错的，186块，推荐。酸萝卜炒牛肚，这个萝卜腌的真的非常好，酸不呛。回口呢有一点点柔的甜，很清淡，然后呢萝卜本身的甜味搭上牛肚的卤香，牛肚是9分烂，有弹性又不会很烂掉的那种，非常配白米饭。我跟你说真的，杂鱼一锅鲜78，桂鱼、鲫鱼、黄鸭头分量给的还蛮多的，然后就是典型的我们南昌的这种酱烧口味，大蒜辣椒，然后拿酱油一烹一烧以后呢，汤汁收黏，然后鱼肉的鲜味也能凸显得出来。鱼肉是很细嫩的，很新鲜。冬天来这个砂锅吃得很舒服，拿这个鱼汤拌饭可以哦。豆参烧腊板鸭，冬天吃非常时令的一个菜。板鸭的辣香味也有，鸭子选的也不错，有肉有油，然后皮的口感也非常不错。豆参呢吸饱了汤汁之后啊，加上白菜的甜味，整体的味道是很丰富的。唯一一点哈，就是板鸭在你锅里烧的时候，稍微再多大火冲那么5分钟，口感和味道会更好一些。最后总结，我们今天2个人3个菜全荤，都是大菜硬菜，挺不错的。然后呢，实际上这家店人均大概在60左右，你要吃的狠一点的话，顶天也就是80到90了。它这是非常标准的本地的馆子店的口味，很适合西客站和富宝周边这种家庭聚餐或者朋友吃饭的这个位置。然后食材用的是比较新鲜的，味道呢也不错。酸萝卜牛肚，你们来的话一定要试试。食材没有问题，手艺没有问题，这无非就是你看价格你自己觉得划不划算的问题了。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胖。今天2个人在西湖区鲁子路顺记烧菜馆小巷子里边，3个菜269块钱，价格略微我觉得有点贵了，但是东西和手艺确实没什么毛病。红烧鸭子，它的口感是很好的，提前预制好这个，拿高压锅先压好，再回锅烧，软烂不散，然后肉的香味也有，然后酱香味烧出来也有，就唯独有一点啊，这个可能个人口味差异化原因，我觉得它如果放一点冰糖，有那个回甜，味道会更醇厚一些。这个鱼好吃，而且肉不柴不硬，鲜香回甜，好香。
超香，而且有葱花的甜味和香味，蒜子、大蒜的那种香甜味也有，烧到肉里面去了。红烧猪尾巴，第一个烧的时间火候很好，所以上来以后是咣咣的那种。然后呢，它这个红烧猪尾巴颜色看起来会比这个红烧老鸭要稍微亮一点，那么应该是用了糖色，而且回口呢会比红烧老鸭的那个回口更醇厚一点点，味道更香。我觉得猪尾巴比老鸭更好吃。开在犄角旮旯里面的馆子店啊，我们点的都是硬菜，3个全是大荤，一点素没有，它的分量给的也不少。但只是说对于我们这种来吃饭的人来讲，会觉得说你很难去抉择，选择性太多了。它这儿呢不具备就是独树一帜的这种竞争力，我只能说它东西还不错，但是选不选择就看你自己觉得你花这钱值不值。吃个饭跟打仗一样，一身汗拉稀。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胖。今天2个人在文教北路红辣椒烧菜馆210城店菜市网多了点，完了以后呢，我觉得他这是做附近生意，还可以推荐的。这家店属于就是有一点点惊喜，但不多，你知道吧？它的口味呢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南昌式家常菜馆的这种口味。你比如说它的这个芹菜炒百叶，或者说叫回锅百叶的百叶先卤了一遍，微微的重口，下米饭非常好，然后吃起来是脆，然后有弹性，然后有一点韧性的那种有嚼头，但是不会嚼不烂，加上芹菜的清香，挺不错的这道菜。然后再就是它的这个狮子头，58块钱一份，4个坨大一个狮子头。我一开始看狮子头，我想着淮扬菜，你知道吧？但是呢，它这个淮扬菜的这个狮子头比它这个狮子头好，肉的颗粒感会更丰富些。它这个就是脚打的太细腻了，虽然中间有咸蛋黄起沙的那种口感，但是因为肉绞的太细了以后啊，你吃到嘴里面最后会有一点打渣。那它的口感虽然很松软，但是整体上的那种口感层次啊，包括那个就不如说淮扬菜的那种颗粒感的狮子头。另外哈，它的这个烧青蛙哈，就是58块钱一份，价格不贵，分量也还行，但是呢，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酱油红烧的酱烧口，然后呢，肉质比较细嫩，然后有弹性，但是你说很惊艳吧，没有。所以整个算下来哈，今天吃210块钱，中间搭了个冬瓜嘛，蔬菜就不讲了。他这里就是做周边居民生意，送这种居民点的菜，或者说到店里面来吃。你说大老远跑过来，我就觉得没必要。都当嘴替了，点个关注，在评论区再说说有什么好吃的店推荐，下次找机会再去。